人类曾经真的收到过一些来自宇宙的神秘信号，其中有些至今都没有合理解释。当我们提及外星信号时，一个模糊点在于，我们究竟要寻找什么样的信号？毕竟外星人本就与我们截然不同，我们完全无法确定能从他们那里接收到什么。他们很可能在与地球截然不同的环境中进化，其文化视角或许对他们而言理所当然，对我们来说却完全难以理解。他们眼中向宇宙问好的最佳方式，可能与我们的认知相去甚远。研究地外信号的科研人员必须以极度开放的心态去看待地外信号可能的形态，但这也意味着这类信号很容易与我们尚未理解的自然来源信号混淆。2019年，作为突破聆听计划的一部分，澳大利亚的帕克斯穆里扬望远镜正对太阳系最近的恒星比邻星进行观测。当时他正在记录数据，以深入了解恒星耀斑。但一段时间后，搜寻地外文明计划 SETI 研究人员在分析收集到的数据时，发现了一个异常信号。这个信号后来被命名为 BLC1。这颗离我们最近的恒星，真的可能孕育着先进的外星生命吗？这个信号之所以引人关注，是因为它很难用传统的信号来源来解释。它持续了数小时，比人造卫星通常从头顶飞过时产生信号的时间更长。它存在信号漂移，这暗示信号源可能相对于望远镜存在运动，因此它不太可能来自地球表面产生干扰的静止物体。而它最具说服力的特征之一是其窄带信号的属性。在自然界中，无线电波的频率范围从未如此狭窄，它们总会出现波动。除非存在某种我们尚未发现的自然源，否则能产生这种精准信号的只能是技术产物，无论是人类技术还是外星技术。由于在人类技术来源中找不到对该信号的明确解释，科学家们自然会思考，这会不会就是他们一直在寻找的外星生命信号？除了我们在之前视频中介绍过的蛙信号， BLC1 是目前最有可能来自外星文明的候选信号之一。然而即便如此，这个信号也存在疑点。尽管科学家未能将其与地球技术产生的明显干扰源关联起来，但在深入分析数据后发现，它与搜寻过程中其他日子记录到的无线电波特征相匹配，而这些其他信号无论望远镜指向哪个方向都会出现。此外，在后续观测中，研究人员再也没有探测到 BLC1， 也就是来自比邻星的那个信号。因此，尽管科学家尚不清楚究竟是什么干扰了望远镜并产生了 BLC1 信号，但该信号是由干扰造成的可能性仍然很高。再来看另一个候选信号，名字稍显拗口的 SHGB02+14A。1960年，弗兰克·德雷克启动了最早的搜寻地外文明实验之一——奥兹玛计划。该计划的核心假设是，如果外星生命要与宇宙中的其他文明通信，他们可能会使用1420兆赫兹的频率。这一假设的逻辑依据是，1420兆赫兹是氢元素的特征发射频率。对于试图与其他文明建立联系的外星人来说，这个频率可能是一种通用语言，对任何智慧种族而言，它或许都具有特殊意义。这一逻辑或许带有一定的推测性，但它确实让后来发现的 SHGB02+14 信号变得格外受关注。为了方便表述，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们将这个信号简称为 SHG。SHG 信号的发射频率恰好就是1420兆赫兹。2003年，研究人员通过阿雷西博望远镜，并借助在家搜寻地外文明计划所整合的520万台家用电脑的计算能力，分3次探测到了 SHG 信号。遗憾的是，在家搜寻地外文明计划这个颇具创意的项目现已停止运行。SHG 信号的来源无法用已知的自然现象解释，也不像是干扰信号，但它的强度太弱，无法确定其是否明确来自技术产物。此外，它的来源位置也很反常，信号来自一个在地球1000光年范围内没有恒星的区域。而且，尽管它存在信号漂移，但漂移模式让科学家产生了怀疑。如果一个信号来自某颗行星，我们或许能从中推断出一些合理结论，无论是从行星表面还是从行星轨道上发射的信号，随着行星在宇宙中沿圆形轨道运动，信号会交替出现远离地球和靠近地球的运动状态。因此可能会产生多普勒频移，当信号源运动到行星背面时，信号还可能完全消失。SHG 信号的频率确实存在波动，
波动范围为每秒8到37赫兹，但这种波动只有在信号源所在行星的自转速度是地球40倍的情况下才会出现，这个速度显然过高。更奇怪的是，每次探测到 SHG 信号时，无论上次探测到它时处于什么位置，它的初始频率始终是1420兆赫兹。要让这种现象合理，就需要假设我们3次探测到的轨道信号源每次都恰好处于完全相同的初始位置，而这种概率极低。这一观测结果表明 SHG 信号更可能是技术设备出现的故障。通过分析 BLCE 和 SHG 信号的评估过程，我们能清晰地了解到搜寻地外文明计划是如何判断一个信号是否可能来自外星的。在我看来，这种方法与阿瑟·柯南·道尔爵士笔下著名侦探夏洛克·福尔摩斯的名言高度契合：当你排除了所有不可能的情况，剩下的无论多么难以置信，都必定是事实。每当研究人员发现一个新信号，他们首先会排除所有可能的替代解释，这会不会是过境卫星产生的干扰？是否存在已知的自然现象能产生这种信号？我们能否通过其他方式解释这个信号的存在及其行为模式？迄今为止，这些候选外星通信信号都找到了替代解释。即便在某些情况下，人类活动产生的干扰能被完全排除，这些神秘信号仍有可能是尚未被发现的自然现象。而这正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最后一个外星信号候选者——快速射电暴 FRB 目前所处的争议焦点。即便有一天我们探测到了外星文明，也可能并非他们有意为之。比如强大的引擎启动、能量束发射等活动都可能释放出能量爆发，从而暴露这个银河系文明的存在。这也正是快速射电暴 FRB 引人关注的原因。正如其名，快速射电暴是一种持续时间极短的无线电波爆发。目前，我们已在天空中探测到了数百次这种神秘的、持续数毫秒的爆发。科学家推测，这类爆发每天可能会发生数千次。它们大多来自银河系之外，但2020年我们在银河系内也探测到了一次，因此它们并非完全陌生。快速射电暴似乎源自极强的磁场，但科学家目前仍未明确其具体起源。关于它的理论有很多，可能来自中子星，也可能来自黑洞，但没有任何理论能得到确凿证据的支持。源自外星技术的说法也不例外。加拿大的 CHAM 射电望远镜凭借其独特设计，成为探测宇宙中这类短暂信号的理想设备。与其他望远镜不同，它无需对准宇宙中的某个特定点，其多个圆柱形抛物面反射器能同时从一整片天空区域收集数据，从而避免了其他望远镜的局限。CHAM 于2018年开始投入探测，至今仍在高效运行。它不仅探测到了重复出现的快速射电暴，还发现了一个与磁星明确相关的快速射电暴。或许所有快速射电暴都与磁星有关，或许并非如此，但问题的关键正在于此。也许有一天，我们能确定所有快速射电暴的起源，发现它们都来自完全自然的过程，届时搜寻外星生命的工作可能需要重新开始。但始终存在一种诱人的希望，一种微小的可能，终有一天，当科学家排除了一个又一个信号的非外星起源后，会出现一个无法用其他任何解释的信号。如果所有其他解释都能被排除，如果我们能确定没有任何自然源能产生这种信号，那么依照那位伟大侦探的名言，我们将别无选择，只能接受这个难以置信的结论，也就是信号来自外星文明。综上，这些就是目前最有可能来自地外行星的候选信号，但即便它们也存在诸多无法解释的疑点。我们尚未发现任何能确凿证明外星生命存在的信号，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永远不会发现。那不是外星人这句话的正确性将一直持续到它确实是外星人的那一刻。